嗨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在花都啊，广州的花都区，以前呢叫花县啊。如果说一个人呢，大家应该会知道，这个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呢，就出生于花县，现在的花都。今天呢，也是跟家人没事开车出来转转啊，因为这边呢离番禺比较远。这个地方呢是我在网上稍微查了一下，就广州附近有10大古村落啊，其中之一叫朗头村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。我们今天开着车呢是走的佛山的马路啊，一直过来，大概开车呢1个多小时。现在呢，我在这个村的周围啊，就这边都是农村的这种风貌，但是这个马路啊，建得还是相当不错。还有就是我左侧的这些农民房，应该也是比较宜居的。刚刚我开车过来呢，这个附近有一个老镇叫探步镇啊，这个名字呢经常听到，但是以前应该也没有什么来过的。就那个镇呢，他自己自诩为叫诗书烟火探步镇。现在我从朗头的青云路啊转进来。你看啊，我这边就有一个大牌坊啊，有一副对联：诉讼势力村历代枝繁叶茂，原诸姬千禧族人玉美名扬。就大概的意思呢，就松草立村的啊，从这个诸姬那边迁徙过来，这跟广州附近的一些古村啊，几乎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大概就是南宋啊，北人南迁啊这么过来的。这个地方呢，也号称是广州市旅游文化特色村。你看这有个介绍啊，稍微念一下：朗头村位于花都区探步镇，在一个小岗上啊，小山岗上，所以叫朗头。先民于元朝至正年间啊，来到这边，已经应该要接近1000年了吧，是这么一个地方啊。当然，详细资料呢，网上都有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在网上查询一下，就应该了解得更清楚一些。现在呢，我先在这个镇的外围稍微的骑行转转啊，看看这个古村边上的风貌。这边是宝珠路，这应该已经出了村了啊。右上方的这个应该是运送带吧，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工厂运送什么材料的一个高架。
看来这边也都是种花的人家比较多，看到很多花圃。乡下的马路呢，真的都是风光无限的啊。珠水石场二桥上面是不是一个传送带啊？远处呢已经有一些高楼了，我估计是摊布镇里面了。骑到这边呢，我才想起来我的码表没开呢。现在呢，我刚刚打开我的码表，就在右侧呢，我看见有非常大的水塘，应该一个接一个啊。你看，应该这是养鱼的鱼塘吧？还是非常平坦啊，看上去风光无限的地方。那我干脆就到这个里面去转转啊。我们在这边来观望一下，可以看到这一个个的大的养鱼塘。这个地方我觉得风水很好的地方。我背后呢是山，正对的呢是这些池塘，相信应该也会有其他水源吧。而且呢，它就是背山面南啊，朝南的。就相信呢，以前这个历史进程啊比较缓慢的那个年代啊，就会形成一个个自然的村落啊，大家呢守望相助，一代又一代呢就繁衍至今，直到现代啊。当然现代的话呢，这个节奏就加快了，所以有很多事情的话呢，就以前的传统文化没法控制了。我现在呢骑到了一些古建筑的边上，我来看看这是哪里啊？赵基干公祠，这是花都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啊。边上呢是一个新的什么饭堂，就看来呢这也是一个古村落啊，但应该不是朗头村。这种地方平时是不大会来的。你看这个村庄啊，很多的村屋啊，当然这些村屋呢应该不算古代留下来的了啊，但是呢留了很多古代的一些建筑物和它的地名，叫什么什么里啊。这个右侧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水塘啊，但这个呢应该是风水池塘，就是在很多古建筑，特别是宗祠的对面呢，一定要有水啊。这也很有意思的啊，就误打正着的来到了一个小村。你看啊，中里书室
就是以前开的这种私塾班吧。这里还是保留着一片以前留下来的建筑啊。那我们到村里面再到走走吧。哦，这里全部铺上了水泥地啊。还是有很多村民生活在这里。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古建筑，当然也有这些你看啊，已经很气派的新的农民的房子了，赚了钱回来起的高楼大宅。你看啊，这里还有一间比较古老的房子，但是周围都是菜地了，村里头也在修整这些道路啊。看得出来呢，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村落啊。但是你看这些房子，还是一家连着一家，小马路呢也是干干净净啊。哦，这就已经出到外面来了。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像一个砖的笼子一样的，是个窑吗？这边还有人晒着那些菜干啊，你看这个菜干就这么晒出来的。你看啊，这边的这些电动的汽车呢，都可以在这边充电的啊，有装了很多的充电桩。这边应该就是拐到刚刚那一排旧房子的后面来了。和那边对称的呢，是这个右侧也有一个水塘。你看啊，这些房子才是真正古老的那种村民的街巷了。这还有人住的。瞧瞧，但是前面好像路不通了。钻了一条老村庄啊，也可以说是古村吧。但这边呢，还是有很多的水啊。你看啊，一个接着一个的大的水塘。这些呢，我估计应该不光是风水吧，应该还跟他们的生产有关，比方说养鱼啊之类的。哦，这个左前方呢，这个建筑物就更漂亮了，完全是岭南特色的这种，有雕梁画栋啊，有飞檐走兽的
这个房子啊，这边是皇室宗祠，刚刚的是姓甘的人家的宗祠啊。哇，这个宗祠都还相当不错了。这边呢是集公书舍，就是以前的村里的学堂、小学啊。然后这边还有莲花池，然后呢就有村民的一些休闲活动的场所。哇，这个地方真的还挺不错的了。村民建的一些建筑物也是蛮有特色的，但是大部分呢都是连外墙涂料都没有的简易房。我已经迷失了方向了，随便在村里再转转吧。这就转到大马路上面来了。马路对面呢就有更大片的农地啊，大部分都是种菜的。刚刚从那个村里出来，居然忘了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村，连个名字都不知道了。但这里呢，就明显的都是乡村的风貌。马路两边呢，都是一些田地啊，大部分的种的一些经济作物或者是蔬菜。估计这边应该有个大的采石场吧。就这个上面呢，都是运送那种石料的一个传送的这种装置啊。现在转眼就到了东风南路，我其实已经不知道骑到哪里了，也可能再往前去就是炭步镇，应该是越来越接近炭步镇的中心区了吧。你看这个马路中间的这个应该是传送带，我的理解啊，它为了传送这些，相信是那种开出来的石头石料吧，就做了很长的一个传送的这么像桥一样的这种设施，而且你看一路连过去，望不到尽头那个样子。这边呢，就是应该是炭步镇上的一些街道了吧。我稍稍的转一圈就往回走了。这是一派小镇的生活的风情啊。
我不知道这个镇还有没有新的城区啊？但这边看呢，就是一些老的街道和那种相对来讲不是很时尚的商业。你看啊，这边呢也有一些百货广场。这里应该是当地人呢主要消费生活的场所了吧？好了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在这边闲逛了啊，还是回到我的目的地朗头村。我还没有进朗头村，就到外面来转了一大圈啊。但是呢，也挺有意思的，这就是探渡镇这种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景。但也没办法啊，城市的偏远地方呢，就是能生存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当地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啊。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。别说在这个街口呢，交通还是比较繁忙的啊。我就想着拐个弯吧，再去那边找一条新路回去。虽然说心里话啊，我对这种小镇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兴趣，但是呢，我还是愿意在这种地方逛一逛啊，就了解一下，就有别于城市市中心，就普通老百姓啊生活的这种地方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？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，也是多一些见识。哦，现在呢，我已经发现了一条跟刚刚那条路平行的马路，那我们就在这条更为幽静的小马路上面呢，往同一个方向骑行。虽然两边的房子呢都像是一些村屋啊，但我也搞不清这是当地小镇的这种房子是不是就是本身就长这样啊，还是就是一些村屋。但是呢，这个两边啊，房子的中间这条马路呢，还是妥妥的柏油马路，还是比较的平坦啊。哎，我感觉好像又绕了回来啊。
因为我看到这个传送带呢就在这个上面了。好，那我们还是从这边走吧。朗头古村前方2公里啊。这边呢也有一个水塘，大家这边钓鱼。其实这条路上啊，风景还是不错的。前方和右前方呢，就是一些山，应该是王子山的余脉吧。这边呢，刚刚我就看到有很多种花的，因为以前这里就叫花县，就跟广州边上的芳村是一个道理，就是种花的地方。2公里路啊，骑起来是很快的。现在呢，我差不多又要回到我刚刚出来的地方了。看到左侧的这个传送带啊，轰隆作响，应该一直在工作。但是到底运送的是啥呢？我也看不清，里面好像是有管子的。前方呢已经有路牌啊，向左去呢就是朗头村，向右呢就是炭步，再往前走呢赤泥。好，现在呢我就回到朗头古村去了。刚刚我就是从这个大牌坊出来的，上面写着朗头村。左手呢就是我刚刚出来的停车场的方向，但我现在就准备直接往村里走了。感觉这边呢也在改头换面啊，就把那种已经被破坏掉的古村的像这种环境呢，再通过修修补补啊，统一呢，用一种灰的砖来砌一下，显得整齐一些啊。我的右侧正对是朗头村的党群副中心，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站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全部冠上一些很大的招牌啊。左侧还有一些士多店、小百货。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小的村民广场吧，放一些健身的器具啊，专门做了一个蛮标准的篮球场。但是怎么说呢，肯定还有一定的传承啊。但是基本上来讲呢，这个村庄的风貌啊，
已经被破坏得不像样子了，所以现在只能是依据有限的一些保存的还可以的祠堂啊，就这样的一些东西来重新回味一下以前古村的那个样子。但现在你说这些房子哪里看得出古代这样的风貌呢？基本上已经没有了。现在这条路呢是朗头村路啊，那不管怎么说呢，它也是一座活着的村庄，一座古村。朗头村西社。我觉得这村庄呢，主要问题还是跟现代文明脱节，就是这种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呢，跟现代的这种进步啊，已经越来越撕裂了，就没有办法完全融合在一块儿，是被动的在时代的这种洪流当中呢，就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该向哪里去啊。所以以前的那种引以为傲的传统的，怎么说，这种无论是建筑还是文化等等啊，在现代生活面前呢，都显得很无奈啊，因为这些已经没有办法代表人的这种向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但是从内心来讲呢，肯定还是希望能够保存一些以前的东西，让它发扬光大。这是一条正在修建的马路啊，坑坑洼洼的。这个边上呢，倒是被各种各样的水塘围绕着啊。我正面的这个池塘里面遍植莲花，这边呢就是他们的一个礼香公祠，都是些先人的宗祠。这边呢有好多这样的旧建筑，对着一片大的莲花池，可能这个就是他们主要保存下来的一些建筑物了吧。这边还蛮多的啊，有很多呢是建了书室，就是以前的私塾吧。这边还有个介绍叫有兰公祠，是建于年代不详啊，清嘉庆6年重建，1927年民国16年又重修。像这个祠堂应该是非常美的，但这些祠堂呢，应该都千篇一律啊，一般就是1进2进这样的院落，然后对着祠堂的后面可能就是他们族人盖的房子了，就大概就这个样子吧。所以跟其他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啊，倒是它前面这个莲花池，你看啊，通过这些石板呢是可以下到下面，应该可以走船的啊。
就这个莲花池虽然过了季节没有莲花，但是满满的一池的莲花，就如果盛开的时候啊，那应该是非常壮美漂亮的。这边还有一些奖励啊，清朝奖励给谁谁刻的这些石碑。我怎么说呢？能够保留下来这一群这种祠堂啊，我觉得也是属难能可贵啊。但是你看啊，上面这种匾额写的大部分都什么书室、书院啊，其实早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学校了。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，雅西公书室。哦，这边还没有完呢啊，这边还有。这个就是更大的一个香贤乐坡公祠啊。哇，这个还是有很多这样的祠堂啊，真的还是挺不错的。云雅公祠，看来这边呢还是有很多以前的有名的前辈。这一路都是一些祠堂啊，还是蛮有文化的地方。最后一个祠堂呢是皇室主祠，瞧瞧。对面呢肯定是孔子的一个雕像啊。就我们这边真的来环顾一下，还是非常美的一片地方。就相形之下呢，现在这些后人们住的这房子呢，就显得不怎么样了。这边还有一些宣传孔门之道的这种张贴。边上呢就是有一条河川。走呗。其实这边还真的挺美的。那我们从这边呢就下桥，过河对面去。瞧瞧，这个河冲啊，是不是很干净？哟，这边还有一个莲花池。这边居然还有更多的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啊！哇，这个真的没想到啊！朗头村净光里巷口书室，
就看来这边对这种先人的宗祠纪念物啊，还是保存完好啊。但是他们自己的房子就显得稍稍的差一些。哦，这个真的是宗祠群了，应该是。真是很不错的地方。当然，一开始没进到这个里面，只是在别的地方转了一转，但实际上这个地方更有味道。哦，这里面还开了小店。你看，这就是传统的中国人的古代就有的街区的结构。就最前面呢是祖宗的房子，然后后面呢就是他们的子孙呢繁衍的这些所在。就这样的房子啊，你看还是蛮规整的，没有受到太多的现代的这种生活的影响啊。前面2只小白猫，还有1只。这里也有一些茶室、小餐馆之类的，觉得真的不错。这里有一些小猫咪，喵喵，好几只猫咪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挺不错的。好，我在里面稍微骑行一段吧。哇，这个范围还挺大的啊，应该可以是一个岭南的建筑博物群了。真不错啊！山雨里古香，那我们就顺着它的指引，推着车稍微走一走。应该称得上古巷了。虽然很多房子实际上是荒废着的，因为这样的街区呢，水电啊、上下水之类的，可能还是有点困难吧。这个房子间还是可以穿来穿去的。哦，原来这已经是变成了岭南的农耕文化馆了。瞧瞧，当地农民啊曾经用过的农具、木桶、镰刀、扫把、鱼篓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水车、斗笠、铁锄，还有脱这个壳的这种农用的机器等等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天井，很不错的。可是，在古代啊，就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啊，
所以他说是一条村呢，其实我觉得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社区啊，一个小镇。真不错。积木楼，都是可以参观的。你看这个地面其实就是一个地图来的。王室骑士的祖墓。这应该是算是可以给大家休息、买水喝的地方吧。让人回到以前的时光啊。讲的都是以前考取功名的故事。中国人普通老百姓啊，就是靠读书、靠做官，然后呢，庇佑后代啊，发家致富。这个是颠扑不破的，以前算是真理吧。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小的广场，放了一些桌椅。肯德基咖啡馆啊，哎，这倒挺好的。这边呢，就是旧物改造以后的，加入了时尚元素的一片街区了。你看各种各样的商店啊，还是蛮好的。旅行之前报名畅优品，一定是逃不开的。旅行之前报名畅优品，防晒、降温、不怕热。旅行之前报名畅优品，推专参卡查了。这里还有个祈福墙啊，mini store。已经有一些文创的这种小店啊。美学生活馆，不错。真的蛮值得来的一个地方。你看这个墙啊，全部都是爬满植物的墙。这边是旧屋区东四巷。所以还是有些孤陋寡闻了啊。就是还以为广州周围的古城都走遍了，
其实还是有些漏网的古村啊，像这个朗头村就是。那么大面积的完整的被保存很不容易，当然也在因势利导的进行一些开发，希望以后呢能够变成一个带有一些时尚味道的古村街区啊，这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还是蛮大啊，如果光靠走路呢稍稍有些辛苦，我就借着2个小轮子，所以还是逛了不少地方。这个地方呢是朗头村的历史陈列馆，还是蛮好的地方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啊，你看这边啊，对这些水塘这种有水的区域是毫不吝啬，非常多的这水塘，包括大的莲花池就有好几个。正对的这些水塘呢，就是他们的头牌的，应该就是公祠、宗祠啊，要不就是一些书屋、书院，非常有文化的这些建筑物呢放在头牌，景观最好。后面呢就有很多的住家，现在呢很多都空置了，慢慢的在改建成一些时尚的小街区。这里是朗头旧屋南路塘边，就这地方啊，真的一个水塘接着一个水塘啊，确实不错。这边呢就有朗头古村的导览地图，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了，停车场就那里，那就已经基本上游完了吧。走马观花，匆匆的这么一游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准备去跟家人会合，找地方吃饭啊，再来消化一下看到的这些古的村落、以前的文化等等。非常不错的传统的村落啊，也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也喜欢。如果住在附近的人呢，也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啊，到处来走走看看啊，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刚刚呢，就是在村头的这一个叫青云苑的餐厅吃的饭啊，真的是大盆菜，很大一盆的，点了几个根本吃不完啊。大家看看这边的景色，这就是一个农村的村头，他们这个政府在这边是做建设的一个新农村，也是一个古村落。好了，现在就去取我的车回去了。